现如今的电器行业已经特别成熟了，但是技术方面一直没啥看到的突破，都是把心思用在附加功能上了，然后加大力度做广告宣传，再培训销售员一通乱吹，价格就蹭蹭往上涨。所以不要过于迷信一分钱一分货，更不用去追求所谓的多功能。小东认为，对于解决刚需的电器，建议咱们就买基础款就可以了。比如下面我说的这5种电器，就没必要买太贵的，与其花额外的钱去买那些花里胡哨的功能，基本也是浪费，因为你也很少会用到。电视机。现在的电视机其实已经不再是家庭的刚需品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装修时根本不买电视，而是选择用投影仪代替。确实，技术发展到今天都是小屏时代了，人们更习惯用手机追剧、看新闻、看电影。像我家电视基本上已经大半年没开过了，一年到头也看不了几次，买那么贵的，要那么多附加功能有什么用呢？所以买电视机完全没必要花大价钱买太贵的。对于大部分家庭来说，选择个65或75寸左右的，完全可以满足日常家用。对于商家宣传的画质有多好，音质有多高之类的，一般情况下，只要差别不是太大的，咱们基本是分辨不出来的。小东建议，电视机就买个刚需基础款就好，不用太追求最新技术、更多功能啥的。至于音质方面，建议花了几百块买个音响或回音壁，效果绝对要超电视自带的音质。品牌方面，选择国产品牌性价比更高，像 TCL、海信、创维都非常不错。平时喜欢玩游戏的建议挑选个大内存机型。分体空调。分体空调其实只要能满足人体对温度的需求，能稳定吹冷风、吹热风就够了。说实话，就算你问销售员1、2千的机器和7、8千的机器吹出来的冷风有什么不同，他自己都说不出来。基本上所有分体空调的功能和体验感都差不多，所以没必要买太贵的。尤其是立式的柜机空调，除了品牌不同所带来的价格差异，商家把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了外观的设计上。什么流线型空调、液晶显示屏空调，其实本质上都差不多。另外，像什么防 PM2.5、除菌消毒，你听听就算了，基本都是扯淡。小东建议，对于分体空调，主要看一下能耗就行了，相同能耗的就选最便宜的那款。另外，谁家质保期长，我就选谁家。至于品牌方面，追求技术领先的，像格力、美的、松下闭眼入就好了。考虑性价比的话，像科龙、奥克斯、华凌等，价格方面更实惠。洗衣机。洗衣机已经普及了几十年，技术发展到今天，就算买个几百块的洗衣机，照样能把衣服洗干净，脱水甩干。现在的洗衣机加了一些听起来很高大上的洗涤程序，什么空气洗、丝绸洗之类的，大多是商家为了营销打出来的宣传噱头。你比如说，白衣服你放在里面一起洗，该被染黑的照样被染黑。另外，真要是上万的高档羽绒服，你也不可能舍得扔洗衣机里洗，基本上还是会去专业的干洗店干洗养护。小东建议咱们买洗衣机，选个大容量，买个基础版的就行了，只要是噪音低，能满足洗得干净，它就是个好机器，没必要买那么复杂、那么贵的，功能再多你也很少能用得上。至于品牌，建议优先选择小天鹅、海尔、西门子等，产品性能方面都非常稳定。另外，现在好多推荐洗烘一体机的，洗衣和烘干一次性完成。很多南方的小伙伴因为居住环境潮湿，容易动心，但是实际上这个东西没你想象中那么好用，而且洗烘的时间太长了。如果确实有烘干的需求，建议买独立的干衣机，烘干效果更佳。净水器。家电行业里面最大的智商税一定就是净水器。咱们从小不都是喝自来水长大的吗？这不也活得好好的吗？商家说自来水有多脏，还不就是为了忽悠你买它的机器吗？倒不是说净水器就不能买，如果你家水不好喝，有异色、异味、漂白粉味道的，或者是老旧的小区管道老化容易污染的，或者是水烧开以后有水垢，口感不好，想改善口感的，这种情况可以考虑装一台净水器，但一定要买反渗透净水器，因为只有反渗透的净水器才能解决掉这些问题。市面上的反渗透净水器价格从1、2千到7、8千的都有，你要问他俩有什么差异，要我说不一样的，可能就是你交的智商税不一样。说白了，净水器本身都是一样的，都是由这么几个配件组成的，只不过就是零部件的供应商不同而已。有些机器的外壳是定制的，贴上不同的品牌，就堂而皇之的卖高价。小东建议有需要的朋友，建议就买个反渗透机就好了，价格在1000多块钱的足够用了，没必要多花那么多冤枉钱。当然土豪除外，特别是滤芯，
通用滤芯跟专用滤芯滤材是一样的，但是价格的差别却是好几倍。品牌方面可以考虑沁园、美的、安吉尔。5. 燃气灶，燃气灶说白了就是生火炒菜的工具，产品本身就不需要太高的技术含量。燃气灶便宜的才几百块，贵的则要2000多。不同价位的燃气灶，仔细对比你就会发现，价格低的燃气灶同样也都是钢化玻璃面板，1级能效，支持铜锁保护、熄火保护等功能，和高端的燃气灶并无差异。当然，燃气灶好不好用，还得看热负荷和热效率这2个性能参数。热负荷决定了火力大小，热效率是保障天然气燃烧是否充分。你要问700-800的燃气灶和2000多的性能参数有什么不同？拿线上不同2个品牌对比，前者热负荷是 5.0 千瓦，热效率是 63%， 后者热负荷是 5.0 千瓦，热效率是 65%， 只是火力大一点，热效率高一点而已。小东建议，综上所述，咱们普通家庭买燃气灶真没必要买贵的，只要是火力大，炉头挑选个耐高温、不易生锈的材质就可以了。另外，记住一点，进风方式选择全进风，好于上进风，好于下进风。至于品牌，建议在那几个专门做燃气灶的大品牌里选就行，比如老板、美的、方太、华帝等，市场占有率高，售后比较完善。好了，生活中还有哪些刚需家电你觉得没必要买太贵的？也来说说你的看法。装修最怕什么？不怕过时，就怕踩坑。因为装修就没有不过时的，但装修一旦翻车踩坑了，入住后全是问题。本期小东就给大家整理7个只有入住后才发现的装修坑，都是装修小白最容易忽略的地方，劝你要耐心看完，哪怕少踩一个都是好的。1. 地面柔光砖。近些年家庭装修流行做无主灯设计，灯光有层次，同时还能增加氛围感。很多人会告诉你，无主灯不能铺亮光砖，地面会有光斑，于是乎就买了柔光砖，结果入住后更后悔了，发现地面好像永远都擦不干净的样子。我猜你大概率是买错了，跟风买了便宜的柔光砖，市场上4、5、11片的都是柔抛砖，不仅不耐磨，还非常难打理。真正肌肤釉面的柔光砖根本不会渗污渗色。2. 衣柜一门到顶。衣柜做一门到顶设计，确实美观大气，也很符合极简的装修风格。但你不知道的是，这个一门到顶衣柜最大的问题不是材料费贵，而是门板会变形。衣柜柜门做一门到顶，即使你加了拉直器，过个3、5年也会变形，关不严。花高价定制个未来有隐患的东西，不知道你图个啥。再说了，这个衣柜做分体设计，它就真丑吗？价格便宜不说，关键是它稳定不变形啊。3. 肤感膜柜门。肤感膜柜门确实很美，摸上去光滑细腻，质感一流。但是听我一句劝，千万别用在橱柜上，厨房是个重油污的地方，肤感膜柜门一摸一块污渍，全是手印，后期搞卫生会累到让你怀疑人生。其实要说抗污能力，还得是高光柜门，沾上油污一擦就干净。不过高光柜门也存在不耐划痕的缺陷，要我说，橱柜柜门还得是双饰面，既便宜又抗造。4. 吊轨推拉门。厨房做吊轨推拉门，想着颜值高，地面无轨道，卫生也好打理，但装了以后，你才发现吊轨门除了效果好看，其他全是缺点。首先，吊轨门密封性就差，因为不能完全落地，离地会有1至1.5毫米的缝隙，根本无法阻隔厨房的噪音和油烟。其次，稳固性也不行，因为自身重量原因，时间一长还会有下坠晃动的情况，还有价格贵、维修率高等诸多问题。所以说，千万别为了颜值去牺牲实用性。要我说，超薄轨道的地轨移门才是首选，不仅稳固性高，而且不会积灰，藏污垢。5. 隐形踢脚线。都告诉你墙面做隐形踢脚线，说是不落灰，好打理卫生，但是我奉劝你，没有钱咱别硬上，做过的人都知道，隐形踢脚线要想达到完美效果，墙面冲金找平，刮大白费用至少多花1万多，不然后期全是瑕疵。踢脚线与墙面衔接的地方全是大缝子，根本没法看。所以说，预算不高，咱就用木质踢脚线明装，选和门框同色的，高度选4至6公分的，效果一点不差。6. 岩板一体盆。卫生间浴室柜装岩板一体盆是真心不实用，别看它颜值高，整体性好，但是入住后你会发现，这玩意用起来是真糟心，台盆浅，下水慢，易溅水，这些毛病抛开不说，关键是它这个所谓的一体盆，实际上都是打胶拼接的，这就导致它这个盆底边缘处都是卫生死角，根本擦不干净。而且
时间久了还有开裂、掉底儿的风险。要说浴室柜最实用的，还得看性能成熟的陶瓷一体盆，卫生好清洁，用着也省心。七、浅色环氧彩砂，环氧彩砂的质感，美缝剂是达不到的，特别是配合哑光瓷砖，做好了有种缝隙消失的美观。因此，很多人宁愿多花钱，也要选环氧彩砂。但现实中做环氧彩砂翻车的也不在少数，大多数是因为选了浅色，尤其是白色环氧彩砂，基本上没过半年就出现变色发黄的情况。特别是像阳台有光线直射，或者是厨房油污重的地方，变黄问题更加严重。如果不想踩坑，切记浅色的瓷砖一定要用聚尿彩砂，才会达到缝隙消失、永不变色的效果。结语：记住，装修不要盲目跟风，特别是一些流行的网红设计，花钱多还不实用。与其去追求一些潮流，不如选择适合自己的。一切以入住后的实用性为主，才能最大程度避免踩坑。直火不起来，在中国家庭的普及率并不高，这是为什么呢？在我看来，空气能热水器虽然有一定的优势，但还有四大缺点：是硬伤、占地。一场也就没人再上当了。第三，夸大过滤效果。目前只有 RO 反渗透净水器，它的过滤效果符合纯净。
感舒适度不如中央空调，耗电量还特别高。另外，还有一点致命伤就是噪音大，尤其不适合安装在卧室。另外，和普通柜挂机相比，价格贵，还要多掉一块顶，对层高低的小户型不友好。除此之外，故障率大，维修维护费用也要高于普通空调，因此这些原因也就注定了它始终无法取代中央空调和柜挂机的江湖地位。本期分享的这4种跌下神坛的家用电器，要么难用，要么自身缺陷导致。总之，被时代淘汰是趋势。你家有用过吗？不妨说说你对他们的看法。现如今的电器行业已经特别成熟了，但是技术方面一直没啥看到的突破，都是把心思用在附加功能上了，然后加大力度做广告宣传，再培训销售员一通乱吹，价格就蹭蹭往上涨。所以不要过于迷信1分钱1分货，更不用去追求所谓的多功能。小东认为，对于解决刚需的电器，建议咱们就买基础款就可以了。比如下面我说的这5种电器，就没必要买太贵的，与其花额外的钱去买那些花里胡哨的功能，基本也是浪费，因为你也很少会用到。电视机。现在的电视机其实已经不再是家庭的刚需品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装修时根本不买电视，而是选择用投影仪代替。确实，技术发展到今天都是小屏时代了，人们更习惯用手机追剧、看新闻、看电影。像我家电视基本上已经大半年没开过了，1年到头也看不了几次，买那么贵的，要那么多附加功能有什么用呢？所以买电视机完全没必要花大价钱买太贵的。对于大部分家庭来说，选择个65或75寸左右的，完全可以满足日常家用。对于商家宣传的画质有多好、音质有多高之类的，一般情况下，只要差别不是太大的，咱们基本是分辨不出来的。小东建议，电视机就买个刚需基础款就好，不用太追求最新技术、更多功能啥的。至于音质方面，建议花了几百块买个音响或回音壁，效果绝对要超电视自带的音质。品牌方面，选择国产品牌性价比更高，像 TCL、海信、创维都非常不错。平时喜欢玩游戏的建议挑选个大内存机型。分体空调。分体空调其实只要能满足人体对温度的需求，能稳定吹冷风、吹热风就够了。说实话，就算你问销售员1、2千的机器和7、8千的机器吹出来的冷风有什么不同，他自己都说不出来。基本上所有分体空调的功能和体验感都差不多，所以没必要买太贵的。尤其是立式的柜机空调，除了品牌不同所带来的价格差异，商家把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了外观的设计上。什么流线型空调、液晶显示屏空调，其实本质上都差不多。另外，像什么防 PM2.5、除菌消毒，你听听就算了，基本都是扯淡。小东建议，对于分体空调，主要看一下能耗就行了，相同能耗的就选最便宜的那款。另外，谁家质保期长，我就选谁家。至于品牌方面，追求技术领先的，像格力、美的、松下、闭眼入就好了。考虑性价比的话，像科龙、奥克斯、华凌等，价格方面更实惠。洗衣机。
燃气灶，燃气灶说白了就是生火炒菜的工具，产品本身就不需要太高的技术含量。燃气灶便宜的才几百块，贵的则要2000多。不同价位的燃气灶，仔细对比你就会发现，价格低的燃气灶同样也都是钢化玻璃面板，1级能效，支持铜锁保护、熄火保护等功能，和高端的燃气灶并无差异。当然，燃气灶好不好用，还得看热负荷和热效率这2个性能参数。热负荷决定了火力大小，热效率是保障天然气燃烧是否充分。你要问700-800的燃气灶和2000多的性能参数有什么不同？拿线上不同2个品牌对比，前者热负荷是5.0千瓦，热效率是63%，后者热负荷是5.0千瓦，热效率是65%，只是火力大一点，热效率高一点而已。小东建议，综上所述，咱们普通家庭买燃气灶真没必要买贵的，只要是火力大，炉头挑选个耐高温、不易生锈的材质就可以了。另外，记住一点，进风方式选择全进风，好于上进风，好于下进风。至于品牌，建议在那几个专门做燃气灶的大品牌里选就行，比如老板、美的、方太、华帝等，市场占有率高，售后比较完善。好了，生活中还有哪些刚需家电你觉得没必要买太贵的？也来说说你的看法。终将被时代淘汰的5种家电，你家还在用吗？家用电器一直是每个家庭必不可少的生活之需。不可否认，随着时代的进步，家电产品层出不穷的创新更替，有些传统电器正在淘汰的边缘。本期小东根据做家居博主多年的经验，总结出5种正在被时代淘汰家用电器。如果你近期有置换家电的需求，建议认真看完。在这花了不必要11次。饮水机，传统式饮水机相信大家并不陌生，就是那种上方是饮水桶，下边是主机，插电后就能出冷热水。在前些年技术还不发达的年代，几乎是中产家庭的标配。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随时更方便的喝到热水。但为什么现在很少见到这样的饮水机了？其实这种传统饮水机有几个比较大的缺陷：一、水的温度没办法调节，没有恒温水，只能喝到冷水或热水，而且内胆加热不能把水完全烧开。二、饮水机的内部难以清洁，容易堆积水垢，滋生细菌，长期饮用对身体健康有危害。三、上置式水桶的这种设计，每次换水也非常麻烦，而且没有防干烧功能，还存在安全隐患，所以在家庭中已经很少有人再买这种传统饮水机了。如果有饮水需求，建议大家选择即热式净饮一体机或是茶吧机，这些功能更全、安全性更高的新型饮水设备。消毒柜，前些年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健康意识的提高，家用消毒柜曾经也是热销产品，不管台上、独立式还是嵌入式，都销售火爆。这么说吧，消毒柜的功能还是很实用的，不仅能对餐具消毒烘干，还能充当碗架柜使用。但其实消毒柜在使用中自身的缺点还是比较明显的。一、功能过于单一，消毒柜只能消毒，而且还很耗电，所以也导致它在家庭中使用频率并不高。二、消毒效果不足，消毒柜一般就是采用高温、臭氧、紫外线几种杀菌方式，即便是组合，也有消杀不足的状况。三、不能长期存储，消毒柜没有通风换气功能，所以餐具放久了还会存在2次污染的情况。总体来说，家用消毒柜属于改善性厨房电器，但这么多年过去了，技术上依然没有升级。随着家用洗碗机的崛起，已经完全取代了它的价值，所以被逐渐淘汰，也就不足为奇了。太阳能热水器，在科技没那么发达的年代，太阳能热水器算得上家庭中的刚需电器了，主打节能环保，热水便捷，确实给大家在生活中带来很大的便利性。省的热水器是11次越多的可替代它的产品，不论是功能方面还是节能方式也更加全面。虽然太阳能热水器的便捷性也不再是优势，近些年开始走下坡路了。其实太阳能热水器之所以会被市场淘汰，我分析有3点原因，大家看看是否认同我的观点。一、使用不便，太阳能号称节能，它缺陷就是靠天供热，一旦天气不好就失去了它的作用。二、舒适度不佳，太阳能热水器的温度不稳定，夏天水温太热，冬天水温太凉。三、维修养护麻烦，长期暴露在室外，风吹日晒的，维修损坏的几率很大，而且还需要定期清洁，不然杂质和泥沙容易残留在管道内部。除此之外，和更为成熟的电热水器以及燃气热水器相比，
节能优势已经不在，随之还暴露出安装和使用不便的缺点，所以慢慢也就被更好的热水器这话让省国直冷冰箱。说到这话让省国市面话让省分为直冷和风冷两种，其中直冷冰箱的性价比更高，称得上是物美价廉，而且曾经也是家庭中的主流冰箱，甚至屹立不到这么多年，自然有它的原因。其实直冷式冰箱得益于它结构简单的优势，可以说出现的故障率非常低，省得运行时噪音也小。但是话说回来，现在买直冷冰箱的人越来越少了，究其原因逃不过以下几点：一、直冷冰箱最麻烦的缺陷就是容易结霜，如果不经常性清洁冰箱，时间一久，冰箱内部就会形成一个个的冰层。二、制冷温度不均匀，直冷冰箱靠近内壁或者是离蒸发器太近的位置，温度太凉，经常有食材被冻坏的情况，而且直冷冰箱异味大。三、因为自身技术原因导致始终无法把冰箱容量做大，大多数都是3开门或双门小容量款式。综上所述，显然直冷式冰箱已经没办法满足现代家庭的生活需求了。风冷冰箱的优势胜在无霜，虽说价格贵一点，但制冷效果好，且容量更大，选择款门样式更多。定频空调，实话实说，作为家居博主，我也没想到定频空调会被市场淘汰。要知道，这在当年它可是市场的主流产品，几乎是家庭中的标配。其实定频空调卖得好，肯定有它的优势，比如制冷速度更快，而且相比于变频空调，价格还要便宜很多。另外，结构不那么复杂，维修费用也低。那现在空调市场为什么很少有定频空调了呢？甚至国产空调品牌省都不再生产了，原因有3点：一、节能性差，比较耗电，定频技术无法调节温控，自然比变频耗电。现在国家提倡节能减排，这也是淘汰它的主要原因。二、定频空调在工作中一旦达到设定的温度，就会停止运行，室温升高后又会重新启动，这种模式不仅耗电，同时启动时也会带来很大的噪音。三、舒适度低，定频空调的压缩机在工作中会频繁启停，这也导致它的温控不够精准，室温忽冷忽热。反观变频空调，温控更为精准，不会出现时冷时热的情况，明显舒适度更高，而且噪音也小，长时间使用也比定频省电。关键是它的制热效果也比定频空调好，更适合家庭使用。新房装修第一时间就打算更换入户门的业主并不多，毕竟开发商配置的房门除了样式落伍一点，在质量方面一定是达到验收标准的。但是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会考虑更换门锁，而智能门锁也是大部分人的首选。因为相比于传统的机械门锁，两者的家居体验差别太大了。这一期小东就和大家聊聊智能门锁和传统门锁的区别，以及如何挑选一把好用不贵的智能锁。一、智能锁与传统锁的区别。没用过智能锁的人会认为，它无非是比机械锁多了几个开锁方式而已，没什么技术可言。其实，随着科技的进步，智能门锁不仅在解锁方式上更加多样化，同时在安全性、智能体验上都有很大提升。接下来就说说两者的实际区别。一、外观不同。传统的机械门锁价格再贵，外观看上去也没什么档次，而智能门锁主打的就是科技感和智能化，因此外观不仅高端大气，而且科技感十足，所以智能门锁在外观上是完胜传统门锁，这一点毋庸置疑。像我家的智能门锁，就是因为去朋友家做客，被它时尚的外观给种草了。二、解锁方式不同。不可否认，很多人选择智能锁，就是因为在解锁方式上更加方便。相比于传统门锁只能用机械钥匙开锁的不同，智能门锁的解锁方式更加多样化。比如年轻人习惯于人脸识别指纹解锁，老年人的指纹不清晰，还可以通过密码解锁、门卡解锁。总之，你总能找到适合自己习惯的一种方式解锁，也真正解决了出门不想带钥匙，钥匙经常丢，又或者记性不好，经常忘记拔钥匙的这些烦恼。三、结构不同。不管是传统的机械锁，还是先进的智能锁，它们的结构无非是锁体加锁芯。先来说下锁体的区别。传统门锁用的就是机械锁体，优势是技术成熟，价格成本低。反观智能锁，多数都是电子锁体，优势是能实现自动上锁，显然更加安全便捷。再看一下锁芯的区别。目前传统门锁的锁芯大致分为 A、B、C 级锁芯，其中 C 级锁芯防盗级别最高。据我了解，
目前市面上的智能锁，无论价格高低，用的都是 C 级锁芯，所以在锁芯安全性方面要优于传统门锁。4、安全性区别，智能门锁与传统门锁相比，不仅使用上更加方便，同时安全性也更高。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它的智能化功能上，比如可视化功能。传统门锁只能通过猫眼观看门外来客，而智能门锁可通过高清屏幕随查看门外人员，对身高不高的小朋友或视力不好的老年人十分友好。其次，猫眼监控功能，当有人按门铃时，智能锁上的猫眼摄像头会启动抓拍或录像，上传到手机上，随时掌握来客情况，再决定是否开门。除此之外，部分智能锁还具备异常警告提醒，当门外有异常情况发生时，会触发警报。对于居住的单身女性来说，安全性方面更有保障。所以，综合来看，智能锁的安全性远超于传统门锁。2、智能锁到底该怎么选？其实不难，主要看以下3个方面。1、挑品牌。智能门锁这些年因其销售火爆，所以也不乏有一些滥竽充数的小品牌进入市场。虽然智能锁也是3分看产品，7分看安装的行业，但为了降低出现问题的几率考虑，建议大家还是首选知名度高的大品牌，毕竟质量过关，售后能力强的品牌用着也更安全放心。下面也给大家介绍几个市场知名度高、口碑好、销量好的智能锁品牌。注重产品性能的，首选德诗曼、凯迪仕、飞利浦；注重智能体验的，首选小米、路克、华为。2、看价格，市场上的智能门锁从几百元到几千元价格不等，但这个行业绝对是一分钱一分货，价格上的差异主要对应在产品质量、功能以及售后上的不同。目前智能门锁的价格大致分为3个区间，我们来分析一下。首先，1000元以下的产品不建议选，因为这个价位的多数是小工厂或无品牌，用料方面自然不必多说，成本在那放着呢。其次，没有自身的研发和技术，出了问题也不能解决。当然，也不排除有一些品牌淘汰的低配款，实际体验也会大打折扣。其次，建议大家首选1500至2500元智能锁，这个价位也是市场销售的主流产品，也是各大品牌竞争激烈的价位段。所以，不管是材料方面，还是产品质量以及服务体验，都会有很大的提升，因此选择这个价位的智能锁基本不会踩坑。另外，像3000元以上的智能锁多为各大品牌的旗舰产品，虽然在面板设计、产品用料以及功能研发上更加卓越，但是对于使用体验上差别并不大，所以也没必要多花钱。3、根据需求选功能。目前智能门锁的功能很多，但也不是功能越多就越好，我们还是要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功能，没必要为了一些用不上的附加功能买单，白白浪费钱。对于刚需用户，建议选择基本解锁方式的即可，比如指纹、密码以外，还支持钥匙开锁，这种最为实用。像高端的人脸识别功能就没必要选，给家里的老人选。除了常见的解锁方式外，建议选择带有猫眼加显示屏的，毕竟上了年纪的人视力都不太好，有了这个功能，可以更加清晰地看清楚门外情况和来访人员。对于独居的单身女性，建议选择带有异常告警功能的智能锁，这个功能在门锁防撬、密码试错、异常徘徊等安全防护方面都有不错表现。总的来说，科技的进步就是为了提升人们的生活品质，智能锁的出现确实方便了人们的生活需求，它不仅省去了出门带钥匙的烦恼，同时也提高了安全性，所以这也是越来越多人选择安装智能锁的根本原因。求求你们了，装修千万别再无脑抄作业了。那些网红设计虽然好看，但流行只是一时，家却要住一辈子。特别是一些缺少装修经验的新人，建议多听听过来人的建议，别光顾着美观效果而忽略了实用性。本期小东就给大家总结5个即将过时的网红装修设计，劝你谨慎跟风，少交智商税。乳胶漆，盲目跟风网红色就是装修中最大的坑。从前年的太空漫步，再到去年的杏子灰，全部被打上百搭不挑房的标签。于是很多网友跟风纷纷抄作业，结果就是大型的翻车现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第一，调色色差问题。这些网红色乳胶漆大多数都是师傅现场用色浆调的，人的肉眼对于色彩的把控度、精准度终归没有电脑调色来的精准。第二，滤镜和光线问题。很多博主分享的美图不仅加了滤镜，而且还调了亮度，导致看到的颜色和实际效果大相径庭。另外，开灯和不开灯的效果
也会影响颜色的深浅不一样，所以劝大家尽量避开网红色乳胶漆，毕竟在滤镜的加持下，很难判断出正确的颜色。不想踩坑的，建议直接通刷白色，简单大气。实在喜欢带颜色的，建议选择电脑调色的，降低出错率。柔光砖，质感高级，自流平的效果，看到后你会不会也心动？如果再配合黑白灰的装修风格，冷淡又贴合，怎能不让人爱？但商家不会告诉你，市面上大部分的柔光砖都有2个致命的缺点，其一，抗污性差，其二，防滑性弱。因为目前的柔光砖基本都是经过抛光工艺，对瓷砖的釉面做了柔光处理，为了就是降低瓷砖表面的光泽度，但是在抛光的过程中就会出现瓷砖毛细孔和瑕疵的现象，影响瓷砖的抗污性。而且经过抛光的瓷砖，大部分的厂家都没有解决防滑性问题，所以如果你不能接受装修时滴在地上的污垢很难擦，各种清洁剂都没太大用，入住后打扫卫生拖地几十遍也毫无成就感，地面还是灰蒙蒙的，千万要避开柔光砖。是不是看到网上的图片视频做金属踢脚线，高级感十足，卫生也好收拾，就一心想着自己家装修也要照着装？但你肯定不知道，做极简金属踢脚线想要效果大气好看，得多花多少钱，而且安装中一点差错就会导致效果翻车。首先，安装金属踢脚线对墙面的平整度要求非常高，必须做冲金找平工艺，否则后期装完墙面与踢脚线之间全是大缝子，积灰还难看。而且不管是不锈钢型材还是铝型材，但凡有一点磕碰就会有刮花，有瑕疵，根本修补不了，只能替换。所以装修预算不高或对成品完美度要求高的伙伴，不建议装金属踢脚线。黑色的卫浴产品确实自带高级感，颜值出众，但如果你家水质不好的话，那么不管是水龙头还是浴室柜台盆乃至花洒，尽量别选黑色，因为它们都是那种只要不用它永远好看的设计，但真心不适合普通家庭，因为它们致命的缺点就是太不耐脏了，有一点水垢和污渍就会显现出来，而且还很难擦掉。最让人心烦的，擦的稍微使劲了，它表面还会掉漆。所以除非你家准备安装全屋净水设备，否则别跟风选黑色。另外，白色的也别选，用久了会发黄，影响美观度。对于追求颜值的家庭，建议首选戴拉斯工艺的枪灰色，经久耐用，好打理，也显高级。这几年砖砌的网红衣柜被捧上了天，不否认它有一定的优势，用墙体加金属架的组合比板材衣柜环保，也更结实耐用，于是很多人也纷纷效仿。但做之前我劝你要冷静，因为现实中网红砌墙衣柜根本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好。首先，好看又实用的砌墙衣柜它真的不便宜，想想看，砌一堵墙，下面再砌地台，上面又吊顶，再定制个折叠柜门，再加上一堆金属架，这样做出来的衣柜它真的一点不比板材定制柜省钱。其次，从美观度来说，它很难做好，因为细节没办法处理。这种砌墙衣柜就是花着定制衣柜的钱，披着砌墙衣柜的外衣，做完的效果却比你出租屋的衣柜更简陋。另外，砌墙衣柜的密封和防潮性也远不如板材定制衣柜，特别是南方低楼层的，真的不建议做，衣物发霉的几率非常大。写在最后，家庭装修不是为了视觉炫技，提倡的是实用性、舒适性。设计的本质是服务于生活，只有那些符合人性化的装修设计，才真正值得我们去抄作业。